关注国防科技动态，聚焦国防工业发展。强大的军工力量铸就强大的国防实力。各位好，欢迎您打开新一期《国防科工》。战争之神火炮家族中有一款装备是以其独特的驱射绝技，在人民陆军装备体系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即便是在高科技装备涌现的现代战场，它也毫不逊色。在银装素裹的祖国北疆测试场，我国一款历时3年打造的新型车载迫击炮，携带着新型智能弹药，上演了一场别具特色的实弹射击。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将带您独家探秘国产新型驱射利刃。我现在是在祖国北疆的阿拉善，就在我们开始拍摄的前夕，这里下起了鹅毛大雪。现在根据我们的测量，地表的气温是-12°C。阿拉善当地呢，射击场巨大，有足够的纵深，可以满足射程较长的火炮完全发挥性能，而且同时可以测试火炮和炮弹抗风防沙的能力。今天我们在这里要对临床工业新型120毫米车载迫击炮进行火炮射击精准度的测试和弹炮磨合的测试。我们要看一看它能否满足真正的作战需求。这款正在准备进行测试的新型120毫米车载迫击炮武器系统，来自我国老牌专业压制火炮的科研生产基地临川工业。它继承了传统迫击炮的大射角箭瞄射击能力，在此基础上加装猛式高机动越野底盘、先进的火控系统和自动装填系统。这样的改造将带来怎样意想不到的性能突破呢？为了更好地解读新型120毫米车载迫击炮的作战威力，今天我们特意选用新老两款迫击炮来进行直观的对比。好，现在我们正在去构筑传统迫击炮的一个发射阵地，工作人员呢会把这个迫击炮放到发射阵地当中，之后呢要进行的是瞄准的作业，由操作员调炮到位，整个过程大约是需要20多分钟的时间。而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呢，就是新型国产120毫米车载迫击炮，完全不需要构筑发射的阵地，在接收到目标信息之后呢，由车载火控系统自动的解算射击诸元，一键调炮到位，整个过程大约只需要30秒钟。各点注意，准备发射。3、2、1，放！刚才传统迫击炮和新型车载120毫米迫击炮已经先后完成了射击，那么射击的结果精度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位置就是刚才传统迫击炮打的弹着点，前面方向绿旗呢就是我们标定的瞄准中心的位置。那么下面呢，其实我们可以用简单的步测法来比较一下两款炮它们射击精度的差异到底有多大。好，现在我往那个方向前进，用步测法来测量。1、2、3、65、66、67。好，我们传统迫击炮打出来的弹着点距离瞄准中心的位置呢是67步。那么新型的120毫米车载迫击炮弹着点在哪儿呢？看，就在这儿。它的弹着点距离瞄准中心要更接近。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打的是同一款弹，但两门火炮它的射击精度的差距如此之大呢？箭瞄射击，迫击炮独有的弹道特性，不同于直射炮的直瞄射击。迫击炮的瞄准点和目标并不在一条直线上，炮手在瞄准时根本看不到目标，因此迫击炮又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驱射杀手。为了把炮弹打出完美的曲线，迫击炮需要通过调整两个脚架的水平和高度，使炮身形成一个射击角度。看似简单的调整，其实暗含复杂的弹道解算和计算过程，这就增加了瞄准和射击的难度。对于传统迫击炮，操瞄、调炮、修正射击这一系列复杂的操作，
都要依靠人工在极短的时间内来完成，其设计精度和首发命中率都大打折扣。而新型车载迫击炮就完全没有这种烦恼，先进的火控系统和随动系统让它拥有了一个超级大脑。在接收到目标信息后，新型车载迫击炮可以在行进中自动解算射击诸元，一键调炮到位，实现了即停即射，大大提升了现代步兵的作战反应速度和打击精度。车载迫击炮有2点优势：第一，它的机动性高，战场生存能力就可以很强；第二，它配备先进的火控电气系统，信息化程度高，它的作战反应速度快。车载迫击炮配备了高机动越野底盘，再加上高效的反后座装置，大大的避免了人为造成的影响。今天啊，新型车载120毫米迫击炮表现相当的出色。其实这不仅仅要归功于它的火控系统，研制人员告诉我，火炮射击精准度高，还和火炮上一个关键的部件有极大的关系。那么这个部件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好，这就是我刚才给您提到的关键的部件，它是火炮的身管。但其实对于军工人来说，火炮身管的加工难度非常高，而且直接影响着火炮的射击精度。那么一根火炮身管，它的加工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下面呢，我们就带您到火炮身管加工的车间去看一看。临川工业是中国最大的迫击炮研发制造企业，在大三线建设时期，伴随步兵作战的火力支援型武器几乎都是从这里下线走向部队。即使在现代化战争对武器装备研制和生产需求不断提高的今天，临川工业依然掌握着某压制武器系统独有的核心技术，在外贸军品上更有着不俗的国际竞争力。这里就是临川工业的炮管加工车间。炮管加工的精细程度直接影响着一门火炮的射程、精度和射击威力。通常啊，炮管的加工有上百道的工序，其中几道至关重要。这是今天的主角，口径120毫米的炮管毛坯件。我们看表面锈迹斑斑，必须处理。工人师傅现在正在用机床对炮管的表面进行处理。你看，经过加工之后它的表面就会变得非常的光亮。更重要的是，它让炮管的外缘各项尺寸更加合规。火炮要想打得准，功夫全在炮管内膛的加工上。经过外缘处理的毛坯已经展露出原有的金属光泽，这就是炮钢，合金钢中强度最高的一种，被称为钢中之王。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炮钢曾一度是我国火炮生产的瓶颈。因为镍这种炮钢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它可以极大的改善炮钢的韧性。而在我国，镍的储量并不丰富。但是中国军工人从来不会被困难吓倒。经过科研人员艰苦卓绝的努力，一系列新型炮钢研制成功，打开了中国火炮生产的大门。新型120毫米车载迫击炮的炮管使用了机械性能更加优异的特种合金钢。这根长约 1.7 米、总重接近100公斤的炮钢钢坯的内部，即将被打磨成120毫米的大口径炮管。这需要经过一道特殊的工艺，就是身管膛孔。这道工艺的加工精度将达到1%毫米。现在我们就请师傅把这根毛坯件我们吊到机床上去进行膛孔，来吧。现在我们在测量的是什么？测量的这个炮口的口径的，这个口径必须精准的。好，随着师傅按下电钮，现在身管开始高速的转动起来。那边我们看到白色的冷却液呢，已经把削出来的铁屑给带了出来，这说明切削的已经非常成功。我们来看，这就是膛刀杆，把手放在上面能够感觉到明显的震动，这说明呢膛刀在里面高速的切削，而整个膛孔的过程呢会反复多次，目的就是要达到更高的精度。身管膛孔之所以难度高，正是因为它对加工精度的极致追求。
目前，这道工序的最小公差可以达到0.01毫米以内，而且搪出的炮管内壁就像镜面一样光滑，尽显大国制造的水准。从刚才的整个加工过程，我们发现，整个膛刀刀头在炮管内的工作状态完全无法看到，这相当于打盲孔。工人师傅从头到尾只能通过摸刀杆感受它的细微震动，来判断刀具和刀体在切削过程中是否正常。别看就这么一摸，师傅们都得练上好几年。火力全开，精准制敌。120毫米大口径迫击炮虽然火力威猛啊，但是在发火的时候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力，这没有一个好体格是完全承受不住的。那么，如何为新型120毫米车载迫击炮强身健体呢？我们带您继续来探秘。为了给新型120毫米车载迫击炮打造一副足以扛住大冲击力的强健体魄，火炮身管高膛压部位的结构悄悄改进了。它的安全系数更高，能承受更高的膛压，而火炮身管外部连接处近乎私人定制版的精加工车销，为之后炮身各部件之间超高强度的可靠连接打下了坚实基础。火炮身管外部的加工精度与迫击炮的装配密切相关，它对尺寸、公差等方面有着极高的要求。李琴超要保证在这里车销出的每一根炮管精度误差不能超过 0.08 毫米，这也就是小于一张标准打印纸的厚度。李琴超曾是临川工业的膛线加工工人，当时厂里能加工膛线的只有3个人，李琴超是最好的一个。从膛线加工到精加工车销，30年的工作经验让李琴超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通过观察销出的铁屑颜色和形状，就能判断出车刀是不是有问题。在车销过程中，李琴超要随时检查刀具的状况。一把好的刀具可以让车销加工事半功倍，而刀具的打磨和安装是绝对的秘密。眼前的这把刀就是李琴超用特殊方法打磨出来的。这个刀具在忍磨的时候，如果忍磨不好的话，半天到1天都不能干好一根身管。经过我多年的经验和改良，2-3个小时就能完成一根身管的加工。正是有了李琴超这样一位又一位的中国军工人对每一个零件、每一道工序的精心打磨和极致追求，才让我们的火炮在战场上火力全开，精准制敌。我看见自己亲手干的炮管从天安门驶过，我感到无比的高兴，我非常的自豪。我觉得30年的坚守没有白费，我愿意把自己精湛的技艺继续传承下去。这里就是火炮总装车间了。在之前我们给您介绍过一根完美的身管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其实，在总装车间随处可见各种重要的零部件，比如说高低机、方向机、上架、摇架、炮尾、身管。也许有的朋友会问，把它们组合在一起，不就是完美的火炮了吗？其实还差一步呢，我们还得解决后坐力的问题。火炮射击时，身管内因为火药燃烧产生气体，形成强大的压力。在炮弹出膛的瞬间，产生让炮身后坐的力量，这就是火炮的后坐力。自火炮诞生以来，后坐力就像是一个顽疾，严重影响着火炮作战效能的发挥。一门车载迫击炮，炮弹打出去可能会产生上百吨的后坐力，后坐力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如何有效的消除或者说消减后坐力呢？其实就要看到面前的这2个装置，这就是制退机。这是副进机，但我也仅仅是知道而已。制退机和副进机如何组合在一起，综合降低后坐力，我们得请教专家了。刘老师您好。主持人好，主持人好。您刚才提的问题很好，其实很简单，反后座装置通过一根连接座将它们有效的组合在一起，在火炮发射通过液体气体的压缩，有效的降低后坐力。那么这里我们121的目前我们选择了液气式的，通过我们的优化，不断的改进设计，满足了我们轻型的越野车底盘车上设计的要求。
火炮的精准射击不仅是取决于炮管的制造工艺，炮弹的精确打击性能那也是决定因素啊。随着智能弹药技术的发展，炮弹再也不是简单的火药装填，智能弹药的出现让炮弹的威力和性能那是成倍的提升。比如说，能让坦克爆头的莫敏弹。而在祖国北疆马上要与新型120毫米车载迫击炮进行适配测试的，就是一款国产新型外贸智能弹药——智导迫弹。它们之间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各点注意，准备发射！3、2、1，放！走下生产线的武器装备，要在不同的环境下进行射击精度的测试。特别重要的是要和各种不同类型的弹药进行适配试验，而今天也是国产新型120毫米车载迫击炮首次和智导迫弹进行适配试验。这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外贸智导迫弹，它是通过这一圈的脉冲火箭对弹药的飞行姿态进行调整，而对它们进行测试也是火炮研制人员的一项重要工作。新型外贸智导迫弹是一种以微电子电子计算机和光电转换技术为核心，以自动化技术为基础的智能弹药。它可以按一定规律控制弹丸的姿态，修正炮手的射击误差，引导战斗部准确攻击目标，实现精确打击。有了这种智导迫弹，新型车载迫击炮可以说是如虎添翼。不仅能够实现火力覆盖打击，还具备了外科手术式的精确打击能力。为了测试射击精度和打击效果，我们今天特别用木质弹药箱围成了一个高度约为 1.5 米的目标掩体。工作人员在目标掩体当中呢，摆放了8个目标的假人。一会儿我们就要用新型120毫米车载迫击炮对掩体及其目标进行打击测试。各点注意，准备发射！3、2、1，放！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现场火光冲天，烟尘四起，现在烟尘已经散去，我们赶了过来，我们到这个弹着点的附近来看一看。这里就是弹着点，我们发现新型外贸智导迫弹越过了掩体，打在了整个目标范围的偏后部，并没有像直瞄武器装备那样从正面实施打击。这也验证了迫击炮独特的驱射性能。而在飞行过程中，新型智导迫弹的脉冲火箭几次对弹道进行了修正。那么，经过修正后的射击精度到底怎么样呢？工作人员在测量，我们需要得到一个现场实测的数据，就是它的弹着点距离瞄准中心现在是多少？75厘米。75厘米，75厘米，相当精准的一个射击效果了。这就是现场的一个毁伤效果。所以，我们国产120毫米车载迫击炮和外贸智导迫弹的一个搭配，能产生惊人的毁伤效果。精确的打击效果来源于先进的制导技术，犹如给新型外贸智导迫弹装上了眼睛和大脑。不但使迫击炮弹的命中精度大幅提升，还有效增加了射程，拓展了新的作战功能。除了新型外贸智导迫弹外，新型120毫米车载迫击炮还具备很高的弹药适配性，可以配备常规榴弹、增程弹等多种弹药，完成多种战斗任务，为步兵作战提供多种火力支援。国产新型120毫米车载迫击炮不仅火力猛、射击精度高，而且还要具备移动射击再移动的能力。那么它的机动性能、越野性能到底如何呢？这么大的一个体型，在广袤的阿拉善戈壁滩上将会跑出什么样的水平？它到底算不算是一个真正的移动杀手呢？走，我们上车试试看。师傅，我们现在可以加速了。这片广袤的阿拉善戈壁好比一个天然的试车场。现在，新型120毫米车载迫击炮正以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戈壁上奔驰。不断起伏的路面和坚硬的沙石地，对车辆的悬挂和越野性能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虽然是面对戈壁的一个挑战，但是呢，120毫米车载迫击炮，它出色的越野能力，加上强悍的这个机动能力，让它可以说通过戈壁的这个测试应该不在话下。国产新型120毫米车载迫击炮，它优秀的机动越野能力要归功于它所搭载的猛士6×6军用越野高机动车辆底盘。我们知道，传统迫击炮如果遇到过硬或者过软的地面的时候，都不能很好的构筑发射阵地。而这款运载车呢，实际上就成为了迫击炮非常好的一个发射平台，从而让它呢可以快速稳定的实施火力打击，实现全域机动的作战能力。不仅如此，这款120毫米的车载迫击炮，它还可以适配履带式的车辆底盘、4×4车辆底盘和8×8的车辆底盘，真正的实现了一门炮配多种车辆底盘，从而适应不同战场环境的专业能力。对迫击炮高机动性的迫切需求，来自于现代战场环境的改变。跑得快，打得准，杀伤力强。车载迫击炮在局部战争中的不俗表现，让它重新吸引国际目光，赋予了传统迫击炮新的生命。而国产新型120毫米车载迫击炮可以说是其中的佼佼者。虽然使用了新型轮式高机动越野底盘，却依然能够扛起口径120毫米的大炮，跑得更快，火力还不输，更适应高机动性的现代战场。尤其是在配备了精确的制导弹药和先进的火控系统以后，特别适用于特种部队和轻型部队遂行山地作战、空降作战和城市巷战等任务，堪称攻顶战神。迫击炮自问世以来，一直是支援和伴随步兵作战的有效压制武器啊，至今仍是在各国陆军装备当中占据着一席之地。我国的迫击炮是从仿制起步的，经过中国军工人的不懈努力和不断的突破，现在中国制造的外贸型迫击炮也凭借着颇高的性价比，已经在国际上是备受青睐。那这一路走来，国产迫击炮的发展经历了怎样的洗礼？未来它又将会焕发出怎样的新生呢？中国自主研制生产迫击炮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临川工业作为新中国迫击炮生产的核心力量，几乎见证了我国迫击炮发展的每一个重要瞬间。炮兵有一句老话：迫击炮永远不落伍，迫击炮永远不过时。这是我国自行研制生产的第一代60毫米口径轻型迫击炮，主要由炮管、炮架和底板3大部分构成。设计之初，考虑的是结构简单，便于携行。随着迫击炮不断的发展，数十代火炮不断改进，口径也在不断增大。120毫米口径的轻型迫击炮大量采用了钛合金、铝合金等轻质材料，更加适应特殊山地、沟原等车辆不能到达的区域，由人工携行进行作战。除了材料工艺革新，迫击炮在结构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传统3大件迫发形式发展为带自动机的机发形式，由单发提升为连发82毫米速射迫击炮，大大提高了炮兵的作战反应速度。我们再来看看这门镇馆之宝，全中国仅此一门。它诞生在上世纪30年代抗战时期，口径120毫米。在当时加工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底座呢只能采用铁路钢轨焊接而成，而针管也没有现在材料的性能。为了保证针管强度性能，我们能看到它的管壁特别的厚，特别的重。您看，历经了几十年，今天它依然完好如初。这门炮应该说见证了中国迫击炮发展的历程。我们今天可以自豪地说，迫击炮的生命力依然强大。迫击炮从仿研到自主研制，已经走过了很长的历程。未来的迫击炮发展一定是机械化、信号系化符合发展，同时要朝着操控无人化和打击精确化的这条路一直走下去。从成功研制新中国第一门迫击炮，到填补国内迫击炮装备技术的空白，从突破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和特种材料的加工难关，到如今进入国际军品市场，
6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迫击炮从临川工业诞生发展，成为保卫祖国的利器。我们相信，随着研发生产创新能力不断增强，这样的铸炮传奇还将继续。关注国防科技动态，聚焦国防工业发展。强大的军工力量铸就强大的国防实力。大家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国防科工。近日，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演训场上，有一款军工制造的精品，它创造性地将速射与高机动性相结合，展现了不俗的火力打击能力。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看这款高原演训场上的火力王牌有怎样的表现。高原上尘土飞扬，各类作战车辆迅速展开。我现在是在西藏军区山南军分区的实战射击场地，我们可以看到猛式突击车、速射迫击炮，还有山猫全地形车悉数登场。在今天的任务中，我们的速射迫击炮马上就要进入发射阵地了。82毫米车载速射迫击炮是高原部队的重要火力装备，特别是在高寒缺氧条件下的山地攻坚演练中，扮演着火力突击的重要角色。相比远程火箭炮、自行火炮等重火力装备，82毫米车载速射迫击炮最大的特点就是快，瞄准快、射击快、机动快，可以说完美实现了打了就跑，跑了再打的机动作战方式。不仅火力输出能力优秀，更能满足高原部队快打快撤的要求。速射迫击炮呢，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火力突击任务，现在已经整装待发。他们的目标就是远处山上的白点，我们可以看到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距离。现在要进行的是一个4连发的射击，它的4连发的射击速度是3秒钟左右，一辆车的4发炮弹就已经发射出去了。接连传来爆炸的声音，我们看看远处的目标已经冒起了很高很高的灰尘，目标已经被打得面目全非。不到3秒钟，4发炮弹就倾泻而出，而这仅仅是一辆速射迫击炮在一次射击中完成的弹药发射量。这次演练，6辆速射迫击炮组成突击车组，不到30秒就将70多发攻坚迫击炮弹快速精准地打入远处的白圈范围内。面对这样的持续火力打击，敌方攻势基本丧失了抵抗能力。刚完成一轮火力打击任务的车载速射迫击炮车组，还将快速装弹，为配合步兵突击做好准备。这场集成了侦察引导、火力打击、通信指挥等10多个科目的连贯攻坚演练，讲究的就是各类武器装备及人员的相互配合。当速射迫击炮完成首轮火力打击后，猛士、山猫搭载着突击步兵迅速推进，狙击枪、匕首枪轮番上阵，敌方残余力量被消灭。此时，远处阵地的速射迫击炮车组已经装弹完毕，等待迂回穿插打击。这是因为他们具备高精度曲线射击能力，能准确避开前方进攻的我方人员，随时提供补充火力打击。此次新年演训将多型装备搭配使用，根据高原作战环境，让每一款装备都发挥出极限性能，检验每一名官兵的实战能力，深化实战实训，在实弹化的基础上进行实战化训练，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实现作战和训练一体化，确保全时待战，随时能战。10几分钟，一场山地攻坚实弹演练迅速完成，所有模拟敌方目标被清除。82毫米速射迫击炮展示的火力打击能力令人印象深刻。这款被称为高原战獒的速射迫击炮，为何发射速度如此惊人？它到底有哪些特殊之处？高原战獒又是如何发挥出火力优势的呢？高原地区有一句民间俗语，说的是一獒战9犬，说的就是高原地区藏獒的厉害。在我身后的82毫米速射迫击炮
就有战鳌的美称，可以说是我们高原边防官兵手中的利刃。对高原轻装部队来说，速射就是战斗力。高原战鳌锋利的牙齿在哪？就是它的速射炮弹。这种快速连续射击、瞬间火力覆盖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呢？秘密就是它与众不同的供弹方式。传统迫击炮通常是从炮口顶部将炮弹装进炮管，炮弹自然下滑，通过底部激发装置撞击炮弹底火，引燃发射药，在炮管内壁与弹体之间形成巨大的膛内压力，推动炮弹出膛。操作时间与瞄准时间决定了单位时间内发射数量有限，多个班组集中出击才能实现较强的火力打击。82毫米车载速射迫击炮最大特点就是采用弹夹供弹，每排弹夹装有4发82毫米迫击炮弹，可在2-3秒内发射出去。这种独特的装弹方式提高了迫击炮一次装弹数量，火力输出能力高于传统迫击炮数倍。在运输和行进过程中，弹夹也是保护弹药安全的重要机构。当一个弹夹打光后，持续装填新的弹夹，继续提供强大的火力打击。承载弹药的载体由单兵变成车组，装填方式由单发变成弹夹。仅仅是弹药装填方式这一项改变，就从量的变化带来火力输出质的提升。在攻坚战斗中，多辆车载速射迫击炮的编组，一轮齐射往往能够起到摧枯拉朽的效果，这让战鳌有了横扫高原的实力。这就是我们的迫击炮弹夹。我们迫击炮弹夹根据我们不同的射击性质，我们可以装填远程杀伤榴弹、干珠杀伤爆弹弹和攻坚弹等。根据不同的射击方式，我们可以装填1发、2发、3发、4发，以完成我们不同的射击。在我们射击完成任务后，我们可以用弹器快速的进行装弹，以便于完成下一次的射击任务。无论是普通的火炮还是迫击炮，在发射时，炮管内形成高温高压环境。虽然与相同口径的单管火炮相比，迫击炮的膛温膛压比较低，但是这瞬间升高的温度和随之而来的几十兆帕的压力也不容忽视。特别是速射迫击炮令人吃惊的连发速射，更是不可避免的会造成炮管温度急剧上升，严重时将影响火炮射程和精度。为了应对这样的情况，82毫米车载速射迫击炮的炮管与同口径的普通迫击炮相比，增加了厚度，以达到更好的射击稳定性。同时，由于82毫米速射迫击炮向目标倾泻几个弹夹炮弹之后，就会迅速转移阵地，这样在进行下一轮火力打击之前，炮管有充足的时间自然冷却。战鳌之所以有这么快的射速呢，还有一个特殊原因，就是它特殊的内部构造。我们可以用一把自动步枪来形容它的构造。我现在所握的呢，就叫开栓器。通过它的转动呢，可以把我们的激发装置摇到指定的位置，就相当于步枪的撞针到达了指定的位置，也就是上膛。而当一发炮弹发射出去以后呢，它所产生的后坐力可以将我们的激发装置推到待激发位置，以便第2发炮弹可以快速的发射。正是这种奇特的往复式激发装置，让82毫米车载速射迫击炮更加接近火炮的连续射击速度。但如同枪械一样，当多枚迫击炮弹连续出膛，炮管内火药燃烧产生的巨大压力，会在推动炮弹发射的同时，产生让炮身向后的反作用力，这就是后坐力。通常，炮管口径越大，撞击越猛烈，后坐力越强，从而影响射击精度。但82毫米车载速射迫击炮却能在连发射击中稳稳地扎在发射阵地，奥秘就是内部特殊的弹簧系统，它们能够有效抵消后坐力，保证射击精度。这是一款传统的班组迫击炮，为了抵消后坐力，需要坐板固定。在构筑发射阵地时，必须选择坚固地表，避免连续发射过程中坐板下陷，导致射击精度下降。而82毫米车载速射迫击炮，因为后坐力被弹簧系统抵消，发射阵地更灵活。砂石地面、山坡斜面
可以承载车辆通行的地面，都可作为发射阵地，甚至行进间快速射击，车辆也不会因为后坐力而发生行驶轨迹的改变。除了具有类似步枪一样的击发结构，迫击炮还有一个重要机构不得不提，那就是类似步枪上的快慢机。单发和连发可以快速切换，面对需要精准打击的单一目标时，战獒可以快速切换击发模式，实现一击必杀。我们这个速射迫击炮它有专门的一个调节装置，我们根据目标的性质、任务不同，进行不同的射击方式转换，由我们的单连发调节装置进行单连发的转换。在火炮家族中，迫击炮的地位依然不可替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型迫击炮不断创新的脚步。如今，迫击炮正向着远射程自行化多功能的方向快速发展。多弹夹连发射击是国产新型迫击炮的一个突出特点。为了实现这个创新设计，研制人员在攻关过程中突破了多个技术瓶颈。国产速射迫击炮的成功研制，是中国拥有的一款火力迅猛、操作简单、弹药配置品种多的突击火力装备，如今广泛应用于陆军边防和快速反应部队。与传统迫击炮相比，新型速射迫击炮还有不少让人耳目一新的设计，比如它的速射反应能力也不一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瞄准手的位置，通过它前方的一个简单的装置呢，我们的瞄准手就可以调定射击珠源，而通过它左右两边这个转轮，可以快速的调整炮口的方向。这种简单的操作方式呢，也能够让我们速射迫击炮提升它的射击速度和效率。在我们目视所及的范围内呢，一旦有敌人被我们的火炮锁定，很难逃脱它的快速打击。这个看似简单的炮塔，其实也是科技满满。它配备有火控计算机和电机驱动的方向机，能够实现弹道珠源自动解算和方向快速调炮，射击准备时间缩短，而且根据不同射击任务，还能安装不同的瞄准具，提高了首发命中率。迫击炮弹是曲线射击，空中滞留时间长，特别容易受风力影响，导致射击偏离目标。高原地区尤其如此。不过，借助战獒良好的直瞄射击精准度，在直射射程范围内，从0度射角到近乎垂直射角发射，让它更好地隐蔽于敌人无法发现的位置，为发出致命一击提供了便利条件。但高原边防部队面对的任务环境，除了相对平坦的开阔地带，也少不了地势起伏、沟壑纵横的山地。灵活的战术打法是先敌制胜的法宝，小巧灵活又具备间隔射击的能力。82毫米速射迫击炮可分批隐藏在不同区域，由侦察车辆、无人机指引打击，让敌方无从知晓来袭火力发自何处，去往何处。有间隔射击是通过侦察车、阵地指挥车和炮车协同完成的一种射击方式。在侦察指挥车对战场情况进行侦察以后，阵地指挥车进行2次处理，通过炮场终端传输给炮场，炮场指挥全班就可以完成一系列的射击准备和射击实施任务。这种射击方式通常使用高射角射击，也就是传说中的隔山打牛。既然是叫战獒，光有锋利的牙齿是不够的，灵活的机动能力也是它的看家本领。大家可以看，这个360度可以旋转这个炮塔是安装在了一个灵活机动的底盘上，这样就赋予了战獒灵活的四肢。绝大多数现代坦克都拥有旋转炮塔，还会在底盘转弯甚至原地转向时保持炮塔方向不变。奥秘就在于坦克炮塔下方设有一个吊篮，构成炮塔系统。火炮系统、观瞄系统、通信系统等都集成在炮塔系统内。炮塔旋转时，吊篮也随之旋转，内部线路不存在扭结的问题。这种灵活的火力转移技能，高原战獒同样拥有，这是传统迫击炮无法比拟的。既能驱射，又能平射，还能360度环射，足以胜任火力打击角色。同时，炮塔与底盘合体，增加了装备整体自重，配合减小后坐力的弹簧系统，
在连发射击时提供强大的射击稳定性。军工人在提高迫击炮快速反应能力的同时，将自主研发的迫击炮安装在机械化底盘上，使其机动能力有了长足发展，能做到车一停就开火，打完几轮就迅速撤退，具有与坦克、装甲车一样的灵活性，从而充分发挥火力威力。传统迫击炮弹的弹道较高，炮弹在空中飞行时间长，容易被敌方炮位侦察雷达探测到。目前，快速多次变换炮位是迫击炮避开反击火力的最好方法之一。82毫米车载速射迫击炮就具有极强的车载机动性，多数复杂地形不在话下，提高了迫击炮进入并撤出战斗的速度。在侦察手段多样、侦察技术发达的现代战场上，这就意味着炮组的生存能力有了极大提高。我们整门炮的移动方式和移动速度、移动方向的把控及炮弹飞行时间的提前量，咱们需要炮手，特别是瞄准手，对目标的各种性质、各种数据的精准把握。因为高原气候比较稀薄，然后它的炮弹飞行不够稳定，风速、风力、风向、气压等对炮弹飞行的要求特别高。就通过在各种不同的地域进行射击，摸索出不同的规律。高机动性能的底盘让战壕跑得更快更远，也让迫击炮跟得上机械化部队进攻的速度。高射速的迫击炮让战壕打得更稳更准。我们的炮手进行了一专多能的训练，每个炮手都能胜任1、2、3、4炮手的岗位。主要是第一个是完成快速打击的需要，第二个是我们的人员在战时负伤以后，可以代替其他炮手完成速射迫击炮的操作和火力打击。高科技含量的速射迫击炮为高原边防部队提供了强大的火力支撑。新式装备与高原战士们一起驻守祖国边防线。关注国防科技动态，聚焦国防工业发展，强大的军工力量铸就强大的国防实力。大家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国防科工。在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雪域高原，高寒山地、陌生地域、极端天气，都是检验实战能力和装备性能的试金石。近日，国防科工记者以战地观察员的视角，直击在世界屋脊展开的轻型合成部队实弹突击演训。西南边陲雪山脚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拔近5000米的高原边防演训场啊。虽然还没有进入寒冬，但是这里已经寒气逼人。现在是早晨的8点多，但是地面温度只有5摄氏度左右，与这里的气温形成强烈的反差，是我身边紧张而热烈的气氛。我感觉这里的硝烟马上就要燃起。在我身旁的山南军分区的边防官兵马上就要进行一场实弹演练，在我身后多型装备已经整装待发。马上我也将跟随一个突击班组进入演训一线，亲身感受实战化训练所带来的震撼。这是一场实战化驱离歼灭战斗演训，我边防部队迅速集结多种作战力量，快速反应，联合出击。此刻远处信号弹已经发射，演训正式开始。现在我们各个小队已经快速登车，开始向各自的目标去前进。我们要马上跟上步伐。刚才我上车所在的阵地就是进攻出发阵地，距离敌方一线阵地有几公里。这样的距离是为了隐蔽配置兵力，避免直瞄火力打击。高机动车辆从这里出发，目标是前方的冲击出发阵地，第一波次冲击将在那里发起。现在装甲火力队已经火力全开，为我们的前进提供掩护。现在我们就在猛士车的内部啊，现在在崎岖的道路上行驶，我们能感觉到它还是很摇晃的，它能够赋予我们步兵灵活的四肢，我们能够快速的向敌方的阵地冲锋。我们要在炮火对敌方
进行火力覆盖的同时，以最快的速度向敌方的目标推进，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我所在的主攻队也由多种型号的车辆搭载步兵组成，能够在复杂的山地上快速的机动。整个作战小队呢，也是携带了多种作战装备。情报可以说是赢得一场战斗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实，在战斗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情报保障队已经对敌方的阵地进行了详细的侦查，对敌方的火力部署有了充分的了解，并且根据现场的情况，随时向各个作战分队传输信息。现在我们已经到达冲击出发阵地，正在展开队形，即将发起攻击。此刻后方的炮声已经响起，攻击前的火力准备开始了。我们现在在抵达了第一道堑壕附近啊，我们的战士没有贸然的冲锋，而是借助于我们的猛式突击车在车内进行射击，同时我们的车载武器呢也对敌方的重要目标进行射击，它能够为我们的步兵提供强大的火力，同时在远方的82毫米速射迫击炮等装备全力射击，敌人的阵地已经被硝烟笼罩，每一种武器在这一时刻都发挥出了它最大的威力。我们的地面部队已经开始进入敌人的阵地啊！我们的队员马上开始射击，现在在远处炮火掩护下，我们的地面部队已经开始了突进。现在我们就要跟随前面破障的人员一起往前冲。现在在安全距离下，跟我一起走。看似简单的捆绑炸药引爆，实际上却很有讲究。负责爆破的队员要准确安放炸药到攻势的关键部位，实现最有效的毁伤，将敌方的路障快速清除。这里的每一步操作甚至都要以秒来计算，争分夺秒的战斗中，速度是出奇制胜的关键。因为前面有障碍，我们的爆破手要去把敌人设置的障碍点赶快给清除。来，下面我们要到安全的距离，快走！这里是一个安全的位置，现在在远处，我们速射迫击炮跟装甲车就地面人员进行了掩护和火力支援，然后快速的前进，把敌人设置障碍进行快速的清除。看似简单的一个任务，但是高原上真的是很难，因为我一直要跟随前面的爆破组，原本一发很快的跟，但真的跟不上他们的速度，太难了。现在爆破手已经快速返回，你看，这是离爆炸点，哇！在这个距离我已经感受到了冲击波啊，整个山谷都回荡着这个爆炸的声音跟枪炮的声音。突击车和山猫会快速前进，把我们地面作战人员接上车以后，快速的向第一道堑壕进发。好，我们远处的突击车已经开始承载我们主攻队员了。站住！来，上车，快上！很震撼啊！这一趟进攻路线只有100米，但是在高原作战真的很难。现在我们正在炮火的掩护下，继续向第一道堑壕前进。专业上车，向第一道堑壕方向前进。
在这一个进攻环节才能体现出作战实力的地方。高原山地的天气变化速度太快了，有时甚至会影响战场形势。前1分钟还是晴空万里，仅几分钟，山谷中的浓雾就覆盖了整个山坡。为了快速结束战斗，进攻部队使用了单兵作战的强力装备。第一道堑壕前面有很多敌人的坚固的工事阻挡我们的前进，现在我们身后的战士准备好了单兵火箭筒，马上就要对敌人前方的坚固工事进行摧毁。现在在我身后，我们的对第一道堑壕前面工事内的敌人进行快速的杀伤，现场真的是十分的震撼啊！现在阵地上枪声和炮声不绝于耳，我现在的位置大概也看不清所有的战场的情况，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为此，我们的无人机不断的在天上盘旋，一旦发现敌方的支援力量，就会快速引导我方的火力，调整作战方向，向敌人支援的方向展开射击。队员们冲锋的速度实在太快了，我实在无法跟上他们的速度。现在我感觉他们已经肃清了第一道堑壕的抵抗力量，空气中弥漫着火药的味道，而且还能清晰的听到枪炮声还在继续。其实刚才我经历的战场部分只是这次区间战斗演练的一小部分，在这几十分钟的战斗中，为了应对突发情况，作战指挥室还针对敌方的支援力量、空中力量进行了处置，同时心理战力量、卫勤力量、防化队伍也都进行了伴随保障，全方位锻炼了我边防部队的作战能力。这样的实兵实弹演习，考验的不仅是边防官兵的个人素质，还能全面检验指挥体系的运转状况。通过这样的实战化演习我们将积累极为宝贵的作战数据，获得近似实战的体验，为更好的维护边境安宁发挥积极作用。高原武器是如何淬炼出最大战力，确保随时能战的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真切感受到边防官兵的战斗力和敢打敢拼的精神。其实，冲锋、射击这些看似简单的战术动作，在高原上却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说到步战车呀，我们最常想到的它的作战方式就是步坦协同。这次远训中，步战车并没有作为突击力量冲入一线，而是作为一种装甲火力装备。当我们的地面部队突入到战场的时候，依托于阵地，或者是行进间射击，或者是依托于地形进行侧向射击。您好，指导员，为什么我这次实战演习中没有用步战车作为突击的主要力量呢？其实这是出于战场环境的考虑。我们现在的演习地点为高原高寒山地，道路非常的泥泞，像我们这样的重型装甲车辆，其作战效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依托现有地形快速展开，可以快速而精准的实施火力打击，就成为了我们的强项。那我们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据我了解，咱们装备这款装备好像1个月的时间，那这次实战演习是否证明了我们一个完整的战斗力？我们边防作战部队的装备这些年不断的更新。虽然我们有更重型的作战装备，但是我们在使用现有装备的情况下，不断的摸索和探索其战技术性能和使用环境，以便其发挥最大的作战效能。虽然步战车的主武器的口径只有30毫米，和很多炮兵的重骑马相比，但是千万不要低估它在高原作战中所发挥出来的威力现在在我身后的多辆步战车，他们正在对远处的目标进行多批次的齐射。我们可以看到远处山坡上扬起了白烟，而且整个山谷中回荡着爆炸声和炮声。我们步战车在高原上射击主要注意风速、海拔、空气密度，只有把这几项牢牢的把握住了，我们才能达到精准的射击。95-1式自动步枪，无枪托式设计，结构紧凑，是我们高原官兵作战手中的利刃。尤其是在配合我们的
步战车行动的时候，我们的步兵啊经常会下车作战，战士们下车作战，行动好像很顺畅，感觉没有任何的压力啊。这种作战方式其实很简单，是吗，班长？第一个，在高原上面，首先是气候条件的影响，相对来说就是更难。其次就是我们人员在体能上面要求也更高，特别是要适应各种训练嘛，才能够对95杠1式自动步枪射击的精度达到要求。现在是一种可以射击的状态下，是吗，班长？哎，对，现在是空枪上膛可以射击，但是没有子弹。跑了只有几十米啊，然后刚才我一直在喘气，我感觉整个枪口的准星一直在晃的，根本无法准确的瞄准远处的一个目标。那班长，我们在平时训练中有哪些方式能让我们实现这种状态下的精准射击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像经过剧烈运动之后，首先就是大口的呼气，保证呼吸的平稳，这样能让枪口不抖动。的呼吸。其次就是根据环境和地形，我们也可以分为跪姿、卧姿和立姿的射击训练。作为边防部队，我们站在第一线，顶在最前沿，训练场就是战场，这为我们一线练兵、12化练兵，实现战训深度耦合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此次实兵演习是整个带弹，确保全时能战、随时难战、坚决胜战的一次具体实践。第一是再次检验了作战方案可行度，第二是检验了人装在高原复杂环境下的体系作战效能，第三是聚焦战斗力的提升，又一次锤炼摔打了部队。这是一场综合性的演练，既有硬摧毁，也有软杀伤，作战手段多样，展现了我们边防部队的作战实力。能够直击这样的演训一线，让我备受震撼。在风雪高原斗严寒、抗缺氧，这里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着一幕幕实战实训的热烈图景。从装备亮剑到战法的淬火，边防作战力量驰骋雪域高原，在边防一线用实际行动诉说着那一句话：大好河山，寸土不让。